所以到最后那一班飞机是隔天的早上5、6点才从泰国还是菲律宾飞出来。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我到底白跑了，到底为了什么？然后累得半死，让汗流浃背的，看起来很像，不会啊，很有画面啊。我怎么会想不起来那个音？然后好，我就只能又故作镇定的，就是继续拉，当做好像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曲子本来就是very long， 然后就继续拉，又从第3页这样一直拉到那个又拉到那个点了。然后重点是我到那时候我还是没有想起来那到底是什么音。结果我又再绕了一次，那时候在舞台上真的是，你真的可以懂得什么叫做热锅上的蚂蚁那种感觉。我们都知道宇谦的演出经历其实很丰富，你去过很多不同的城市嘛？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城市？最喜欢吗？我最近去过的，我觉得欧洲整体来说都很棒，就是那边的整个氛围，还有当然那边是古典音乐的起源。是。那你不管是在餐厅吃饭，或者是在街道上，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比较浪漫，比较拉得比较好，比较 class， 比较。很烦的，比较古典，比较，比如像在伦敦，然后在 Prague， 不论在哪边都是那种 Paris 比较浪漫一点，但就像德国各个城市，其实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在不管是音乐厅哪里，都是那个比较有艺术气息。你会觉得 classical music 就是 part of their life，就是融入在所有的他们日常生活的里面。然后美国我觉得当然也某种程度上是，但是没有那么的明显。对。然后 it depends on different part of the city。对 cities， 有些就是真的，可能是 hip hop， 那有些就是比较 classical music， 不一样，很不一样的城市。对。欧洲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就是哇，你每次去到那边就会觉得，好像感觉好像拉琴又更进步一点点的那种，就是实际上可能没有，但是就是那个感觉，其实拉的可能是一样。OK， 对，就是感觉有点像，可能你在夜市，然后喝着一杯真奶，跟你在家里喝一杯真奶的感觉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比喻很傻眼哎。对，它是对的比喻。我只是想要让大家比较 local 的、比较具体的了解我想要讲的那个感觉。对。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能跟我们分享？就是你在那个这么喜欢的地方，有什么样你看到的情形、景象啊、风景啊？你有去那边玩什么的吗？还是？就是到哪里都觉得蛮美的，就是有发生什么邂逅吗？是吗？就是可能走到咖啡厅就有一个女生就Bonjour，然后好像没有这样，这可能是艺容有这样子的经验，我自己是没有啦，我自己都是可能比较多是在饭店练琴这样子。哦，真的哦，就这么朴实这样？不是，因为你到那边，只是有时候可能一场演出，可是你整个会在那边的时间可能就4天5天，最多1个礼拜。OK。然后到了饭店累得要死，然后可能出去吃个饭，回来就练琴。当然，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走过或者路过，比较有空的时候稍微这样看一看那种感觉。但其实你真的仔细去分析的话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车上、飞机上、饭店，就是练琴这样子。剩下的时间其实没有很多。OK。表演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反而是有一次我好像跟那个 Asian Youth Orchestra、AYO 他们在亚洲演出，然后有一站我们是到有点忘记是菲律宾还是泰国，但那一次就是在我们在饭店的时候，隔天要去机场搭飞机嘛，然后突然就新闻看到说他们的机场有一个很大的 delay， 然后就是前一天可能有一场飞机就是有点滑出跑道这样子，然后但没有人受伤，就是一个小的比较小 minor 的一个 accident 这样子，然后想说好，那应该还好吧，就没什么事。就那次我也是整理好行李，就也没有延迟，但也没有特别提早，但是就往机场出发。
结果那次在高速公路上大概开到剩1-2公里的时候，前面完全都没有在动，就是塞车塞得非常非常严重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然后那时候就很紧张，那时候也没有收到航空公司发来通知说怎么什么状况都没有，就是这样。我那时候可能 check in 可能是5点半之类的，飞机可能是6点20或什么，然后我就已经5点25了 ，check in 的那个时间已经要过了，然后就真的不行 ，Oh my god， 因为就塞在那边，大概塞了可能有半小时1小时，就在同一个地方完全没有不动了。所以你这样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的，我就问我的那个司机说，那大概剩多远？他说大概几百公尺吧，这样子。我说几百公尺，好。虽然那时候我没有看到机场，他就跟我说几百公尺，然后我就拖着行李，背着琴，然后我就这样跑，在高速公路上就在旁边这样走，然后就是这样拖着行李这样子。我有两个行李，然后就这样拖着走，然后还有一个包包，然后一把琴，对，就拖着走。你就这样，然后在跑了在10几20分钟之后，发现不对，就是还没有看到机场。你连机场都没有看到，你该不会跑方向？没有，我是往对的方向，只是一直往，然后大概10几20分钟，然后结果就没有看到机场，然后我就想，到底怎么可能？机场那么大，怎么可能看不到？对，然后已经5点40、5点50了，然后I missed the flight，然后就有一个很好心的一个路人，他开着车，然后就问我说，需不需要他载我一程？就好，谢谢他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，然后上了他的车之后，问他说，机场大概还多远？他说，大概还2公里这样子。然后 I was like， 我对那个我已经跑了20分钟，然后那个计程车跟我说几百公尺啊，然后我就好不管。那结果他大概3-5分钟就把我终于送到了那个航厦。OK。结果整个机场是大乱，因为所有的航班都延迟。OK。但那一次其实我们要搭的那个飞机根本还没有降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没有通知，然后也都不知道它有 delay， 然后所以到最后那一班飞机是隔天的早上5-6点才从泰国还是菲律宾飞出来。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我到底白跑了，我到底为了什么？然后累得半死，让汗流浃背的，看起来很像，不会啊，很有画面啊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很有那个电影的画面，就是 OK，I gotta catch this concert， 对，而且琴抓了，然后行李也抓了，然后就好像在2条那个不动的那个车，对不对？你就这样中间这样咻这样子，很有画面啊，很有画面。然后到了 concert 到了音乐厅发现，concert 是明天，大概是这种感觉吧，就是但也好险了，就觉得有赶到，只是就是很累，然后腰酸背痛的，然后这样流汗这样子。对，是印象很深刻啊，印象真的很深刻，从来没有这样子，然后也蛮好玩的啦。现在事后回想起来，还蛮好玩的吧？对，回想起来也没有哪一次就是真的这样在高速公路上这样奔跑，这样跑。所以其实为了演出，其实演奏家做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，right？比如说你可能早上3点就要 catch a flight 啊，或者说就是飞机这种事情真的是很难预料的。flight 这方面我倒还好，因为我进公司后来就知道说，他们帮我 book 那种早上7-8点的 flight， 我肯定是有在70%的几率是可能 catch 不到，所以他们后来就会帮我 book， 好了，帮你 book 中午以后了这样子，然后就他们人也蛮好的啊，就有发生过1-2次。怎样没赶上飞机？好像有一次在美国。就是可能在8点的 flight 吧，然后我就设定闹钟，我6点半就一定要起来，真的现在行李都整理好。等一下，你8点的 flight， 你6点才起来哦？没有，那个是比较 local 的。local 的 OK 啊。对，所以6点半起来，然后我还特别是6点、6点15、6点半设了3个不同的闹钟，然后你知道那天起来看一下手机，6点8点不是，我那天起来看手机8点37，然后我马上就。call my agent， 然后说哇操 ，so sorry， 就是可以帮我改晚一班。他说好。Oh my god， 对，还好不是说演出怎么样，就没有那个是演出完的隔天的 flight。OK， 好了，那还好了。后来就自己买机票，就是太累了，回去这样子，太累了。对，所以后来有经过1-2次这样，他们就知道了，好了，就帮你 book 中午以后。对啊，因为如果是演出完，其实就没有这么赶着要离开吧。是，除非你有很紧急下一场 concert。而且通常演出完之后都会有一个 reception， 对，然后跟人家打招呼都会比较12点1点比较晚，所以就是
会比较容易发生这种状况。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好，给你喝一下珍珠奶茶。他刚刚手出去摸了一下，有看到？那我不是说演出怎么样，就没有那。你平时都是怎么鞭策自己？要怎么样鞭策自己呢？以一个独奏家来讲，虽然说没有在比赛，但是我觉得对自己的感觉就是希望说能够一场演出，就是每一次你拉回同一个曲目的时候，都能够比之前演出再更好。那有时候为了这个结果，你就需要付出一些时间嘛。对。然后当然每天的练习就是一定是要尽量维持在一定的时数上。当然有时候你说可能出去玩还是什么也是必要的放松，但是就是有演出的时候一定就是需要维持一定时数的练习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音乐家到了20几30岁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大部分他们练琴的方式也都已经比较固定了。对，所以其实就是维持，然后尽量在每一次你在 work on the same piece 的时候，要能够去找到一些点，让自己更进步。但每个人真的不太一样，有些人可能是在音乐方面，有些人可能是在技术方面，或者是你可能在诠释方面，这是不一样的东西。但是you have to work on something， 但有时候不见得你认为你需要去 work on 的东西，真的练了之后就会有好的效果。但是你必须要走过这一段路，你才知道说你练的东西是不是有比较好的效果。这样，就有时候你练一个乐段，可能练了10次、20次之后，你会觉得可能都没有什么突破或什么进展，但是可能就在第21次的时候，你突然觉得你对这个部分好像突然比较有感觉，或者是了解这个地方要怎么拉。有时候可能就是隔几天，那有时候可能要隔几个月，你不知道。但是有时候练琴就是比较，就是你需要可能 very consistent 去练习，但是 sometimes 就是 it takes a lot of time，然后持之以恒的去 work on the same thing。但我觉得当你一个东西练很多次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不见得要那么钻牛角尖的去练那个点，就是你可能有一个技术，或者是有一个什么音乐的地方，你现在就是没有 ，you don't get it。那与其花时间一直 stuck 在这个上面，你不如去练别的部分。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回来再练同一个地方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然后你会觉得，我怎么刚刚没有想到用这个指法？对，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很多时候是真的是这样。那你现在有这么多演出的经历，跟这么多不同乐团合作啊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惊险的时刻？好像是我第一次去比 Tchaikovsky 的时候，16岁那一次。对，然后那一次我第一个 round 我拉Bach C major fugue。Yes, I remember that. 好，你讲完，我再讲我的 part。我拉那个 C major fugue， 你知道那个 fugue 大概13、14分钟。对。算是一个蛮长的一个乐章。是。然后6、7页。然后但它有1、2个地方是那个你的那个 harmony 如果没有拉对，你就会回到之前的。然后你就会在一个 loop 里面绕不出来。对。然后我记得我那次在拉那个 fugue， 大概拉到第6页，已经快要结束了。对。在那个 chord 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不起来之后接下去的那个地方，我就拉回了第3页。然后 我那时候整个就是我怎么会想不起来那个音，然后好我就只能又故作镇定的，就是继续拉，当做好像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曲子本来就是 very long， 然后就继续拉，又从第3页这样一直拉到那个又拉到那个点了。然后重点是我到那时候我还是没有想起来那到底是什么音，结果我又再绕了一次。第3次的时候，所以你同一个地方拉了3遍。对，我拉到第3遍的时候，然后by that time 可能所有的裁判都已经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拉去哪里了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整个就是很紧张，然后脸很热，然后到底那是什么音？然后终于好不容易到第3次的时候，终于好像我也稍微想起来那个是什么音，然后我就拉下去了。然后我拉完之后，整个就是虚脱。我到底重点是那首还不是最后一首，那首完之后还有其他的曲子。然后到底好像没关系，没希望的了，就可以打包了这样子。结果重点是那一次居然他们还有让我进到semi-final， 就是还有让我进。对。就后来我问那些裁判说，他就说我们就很想看看，就是你到底会怎么从那个里面这样拉出来。没想到你还有继续拉，你没有断掉重新或者什么之类的。我就觉得很not bad，对。
然后你知道我后来回去看我那个录影，那个原本14分钟的那个乐章，我拉了大概快半小时，我就真的就是 Oh my God！ 然后那时候在舞台上真的是，你真的可以懂得什么叫做热锅上的蚂蚁那种感觉，就是。可是你看起来很镇定哎，你看起来真的很镇定。可能对我因为我平常可能就不是表情很多或者动作很大，所以就是那样，就也不会觉得特别。可是很厉害哎，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你还边拉还要 figure out 你到底要怎么样接下去 ，right？ 然后你拉完你还要就是放掉那个，其实是很考验一个演奏家的临场反应啊 ，right？很多时候我觉得忘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，因为我们都是人嘛，不是神，不可能完美的演出啊。那我跟你讲我记得那一次的状况好不好？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16岁，然后我没有拉过那首曲。那时候我在 follow 你的 competition 嘛，因为很小就认识，然后一直都很关注他的比赛啊什么的，就都是很好的朋友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我就很兴奋他要去比 Tchaikovsky， 然后我就每一次我都有 follow， 然后那一次呢，我就拿着谱在看，因为我没有拉过1005嘛，然后我妈在旁边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很认真在那边听，然后听一听就翻到最后一页，然后因为其实我对那首曲子不熟，奇怪好像跟丢嘞，然后我就说，妈然后后来我就想好像应该跟丢了这样，然后我一直在找着，好，又跟，然后就跟。然后又不见了，然后我说妈，雨欣好像那个自己拉错了，然后我妈说不可能嘛，不可能是你自己没有拉过，你不知道这首曲子。我说可是我怎么觉得这首曲子不应该这么长？奇怪，怎么8点30分看他上去，怎么会就9点了还在拉 B？ 对啊，然后我想说不对，然后我说妈，我真的很强烈怀疑他好像就是拉同一个地方拉了很多次，然后我妈一直觉得不可能。然后后来呢，为了验证你知道我有求知的那个欲望，我就想说，好，我就全部听完你拉完以后呢，我其实心里很紧张，因为你看起来好像没事，然后一定要再听一次，对，然后我还一直以为你好像不知道，你拉了重复的地方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第一次拉第说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就已经就是完了，要回家了，这样已经不知道拉去哪里啊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第一次背。就是忘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觉得好了，可能可以装一下。可是到了第3次再回来同一个地方，就觉得算了吧。但后来好险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，反正就后来是有拉完。很棒啊！没有，只是想跟你讲一下我那时候的经历也是，因为你不知道，我没有跟你讲过这一段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看，你没有听过，或者是像妈妈那，对啊，他们不知道，对啊，就是应该这个曲子就是这样，因为你接得很自然。对，不知道人可以赶快回去回放一下他20。不要，那应该找不到的。那个20不知道10还是2011年的那个没有，不要去听。OK， 那今天很高兴宇谦来跟我谈音乐，你来可以帮我增加一下我的订阅数，来赶快帮我宣传一下我的频道。宣传频道，我觉得对啊，没有，其实很开心啦，今天很开心来这边玩，然后。平常都是可能偶尔吃饭或者什么见到，然后今天就是可以多聊一点点，然后音乐部分。平常好像其实很少，平常都没有就吃饭啊，然后就是。其实他也不太 care 我到底平常在干嘛。哪有乱讲？平常都不会问我这些，没有啦。你看，就是对。有啦，就是认识太久了，所以比较不会就是这么细聊这些东西。对。好，所以今天很开心啦，然后也就请大家多多的 follow 他在这个频道，然后谢谢，然后有机会再来玩，有机会再来玩，然后下次干嘛？喝珍珠奶茶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下次要喝什么？喝酒好了。喝酒吗？对，喝酒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如果你喜欢我这支影片呢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然后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email 给我们。email 给易容，不是我们，易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要怎么开始。原来2小时，因为。来就坐在旁边，这位大来宾。曾宇谦。
有签名本，上面写下次要喝真奶微糖少冰。